这一局咱们终于穿上奇迹套了，但是背包里只有投掷物，没有枪。本期视频咱们只用投掷物拿下辐射区，并400万撤离。如果说我挑战失败了，仓库里边的东西你们随便选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上细节。迷雾荒岛单排走起。这一出生居然给了一个老爷点位，但是没事儿，小针一扎无敌干拉，咱们辐射区直接猛攻。如果说你们出生的这个点位是不是都往后走，直接走山上？那你错了，这个点位往这边绕才是最好的路线。虽然这么走距离比较远，因为它安全呀，毕竟咱们没有枪啊。不装了。我是亿万富翁，摊牌了。哦，对了，咱们下辐射之前再问一下，还有没有需要扶贫的？这赛季末了，是不是大家都赚得盆满钵满的了？你们可千万不要告诉我你又破产了。假如你真的破产了，你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的粉丝绝对不允许破产，必须让你们赚到一个小目标。好了，不说废话了，咱们该想想没有枪怎么下辐射了。就算是进了辐射，那又应该怎么打呢？好好看，细节直接给你们拉满。咱们也是跑了半天，终于来到这电口。为了休息一下，咱们直接选择电梯下去。这个点位老鼠洞是去不了了，那我们直接去狗洞吧。进来之后，咱们先甩开这几个大胖子，咱们直接去开箱子。但是这几个大胖子特别喜欢我，就一直追着我。咱们看看能不能试着把他们甩开。咱们先把这2个箱子开了。但这几个大胖子实在是太讨厌了，就跟那狗皮膏药一样，一直追着我。经过我2次的尝试，这个箱子还是开不了。烦死了！于是我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我要用拳头锤死他们。经过我100多下的捶打，终于把他淘汰了。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这回终于可以踏实开箱子了。没想到这个箱子爆率还挺高，直接给我爆2个红，赶紧塞加密箱。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7级大肘子正向我奔来。于是咱们赶紧掐响了一颗82年的手雷，准备给他一个惊喜。谁知道他的一个大跳居然躲了过去。笑。这也太巧合了吧，就好像情景剧一样，赶紧拿出一个82年的燃烧瓶投掷给他。这颗燃烧瓶肯定烧到他了，没想到他带着火就跑了。这到手的烤鸭怎么能让他飞了呢？咱们赶紧追。他受伤了之后肯定要找掩体，咱们直接往掩体后面丢火，我就不信烧不死他。这个野生晨光不知道爆了什么，咱们赶紧封烟舔包。一个7级包，一个改进 P90，总算有枪了。但是改进的，但总比没有强啊，咱们就别挑了。但是更让我心动的是他背包里所有的变卖物，毕竟咱们有挑战任务，如果说失败了的话，大砍刀不就给你们了吗？这个包刚舔完，就听到主楼下来的脚步声。咱们千万不要大意，一定要先卡他一个视角。原来是一个6级大肘子。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咱们赶紧偷袭他。谁说改进枪就不能打人了？你们可千万不要说我是老6，因为这都是细节。此时咱们的总值还差很多，咱们赶紧开箱子去吧。也不知道这一局的爆率怎么样。如果说没有几个箱子的话，可能挑战会失败的。还不错，至少有1根金条。在开箱子的时候，就听到了下面脚步声。果然下边有一个人在鬼鬼祟祟的干什么。咱也不知道那个箱子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，他居然扛了我3个燃烧瓶还舔包呢。难道他穿的是重型耐火甲吗？怎么就烧不死他呢？此时咱们枪里还有33发子弹，不一定能打过他。但是当我看见他的时候，我笑了，他还在那开箱子呢，一个6级套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没想到他也是一个狠人，一把改进枪配爆燃子弹，然后又在一个盒子里看到了一把改进的喷子加竞赛子弹。这都赛季末了，怎么还用改进枪啊？这一看就不是我的粉丝。于是咱们拿上这2把改进枪，找维烈哥切磋一下。维烈哥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，直接叫我滚开。既然你这么热情的对我，那我就教兄弟们一个无伤打你的点位。只要我们站在这个栏杆上，就可以无伤打他了。如果你们要是挨打了的话，就是点位不对，一定要左右挪一下。打完维烈以后，咱们再把boss房的箱子开一下，咱们就可以挖矿撤离了。此时咱们的总值是535万，也算挑战成功了。